高适火力全开，这日子不过了啊！继得罪4国之后，他在 G20 峰会上再次痛斥俄罗斯，暗讽中国，连美国他也敢指手画脚。要说高适早苗的 G20 首秀，那也是够精彩。话说小日子不是最守时守规矩的吗？当各国领导人正讨论全球经济复苏时，这位姐们愣是迟到了整整1小时，理由也是前所未见。她居然在社交平台自曝，花了几小时纠结穿啥衣服才能震慑他国，还振振有词，外交形象是战略武器。好家伙，这是把 G20 当成东京时装周了。更绝的是，他入场后不仅错过关键磋商，还顺手嘲讽中国贸易政策，痛斥俄罗斯动摇国际秩序，连美国主导的和平方案也敢指手画脚，活脱脱上演了一出凭实力孤立日本的大戏。而身为日本首相，他外交失态的代价也是巨大的。峰会期间，日经指数应声暴跌 3.2%， 旅游、百货、航空股集体跳水。3月伊势丹股价摔了 11%， 资生堂跌 9%， 连东京迪士尼都跟着遭殃。因为日本股民在论坛哭诉，首相在外交台子上凹造型，我的养老金账户却在跳楼机里凹造型。高市早苗的神操作可不止在 G20， 高市早苗上任不到1个月就创造了战后日本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记录，同时与中国、俄罗斯、朝鲜、韩国关系紧张。此前他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，直接触发中方连环反制，留学预警，旅游限流，水产品进口暂停，一套组合拳下来，日本旅游业先崩为敬，50万张赴日机票被取消，中国游客贡献的 30% 旅游收入瞬间蒸发，预测未来1年日本 GDP 得缩水 0.36%。 而且中国在中日贸易中占据着碾压式的优势地位。今年1到10月，日本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额的 18%， 而且日本从中国进口的东西很多都是离不开的，比如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 90% 以上从中国进口，手机 86%， 计算机零部件 62%， 甚至连化肥都要从中国大量进口，这就很清楚了，日本经济根本承受不起跟中国闹翻的代价。高市早苗在 G20 会场上丢的面子，其实只是日本经济即将面对的困境的一个前奏。最近东京股市的百货、运输、消费等旅游相关股票遭大规模抛售，对中国游客依赖度高的企业成为重灾区。分析师指出，这是市场对中日关系恶化的直接反应。野村综合研究所预测，中国发布的赴日旅游提醒可能导致日本旅游消费收入减少约 2.2万亿日元，拖累日本实际 GDP 减少 0.36%， 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本年潜在经济增长率的1半以上。外交冒进的代价此刻有了具体的价格标签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日本第3季度实际 GDP 较上季度下降 0.4%， 为6个季度以来首次萎缩。虽然官方将原因归结为美国高关税政策影响出口，但舆论普遍担心与中国这个最大贸易伙伴关系恶化，将让日本经济雪上加霜。为什么高市早苗非要玩火？这就得说说他的政治底色了。高市早苗可不是什么政治新手，他是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，脑子里装的全是那些危险想法。在高市看来，世界已进入以中美对抗为核心的新冷战，日本必须无条件绑定美国。这种简单化的思维导致他产生致命错觉，只要紧抱美国大腿就可以得罪所有邻国。表面看高市早苗的强硬姿态是为讨好国内右翼和美国老大哥，但翻开账本一看全是坑。日本国债已堆到 GDP 的 260%， 军费还要硬拉到 GDP 的 3%， 钱从哪儿来？增税，民众早因 10%消费税上街抗议过，发债，财政离崩盘就差临门一脚。说白了，这场政治秀的成本最终全转嫁到老百姓头上，超市物价飞涨，企业裁员缩编，养老金账户缩水才是真实结局。有趣的是，高市早苗一边喊自由贸易，一边跟着美国搞半导体对华封锁，结果中国反手加速国产替代，日本市场份额从 70% 跌到 62%。 东京大学经济学者佐藤健一吐槽，这就像卖寿司的非要砸了最大客户的碗，还指望人家继续买单，政治正确换不来真金白银啊。而这次高市早苗的疯狂输出连盟友都看不下去。G20 峰会上，美国对他暗讽中国贸易政策的表情意味深长，东南亚国家更直接回避日方提议，印度商家则趁火打劫，疯狂抢走日本水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。网友调侃，感谢日本首相给印度经济送温暖。日本国内也不是傻子，高市早苗的激进路线在日本国内引发了跨阶层抗议，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首相官邸前集会，手持高市下台反对战争标语。
社交媒体上相关话题被大量讨论，网友要求高适撤回涉台言论并道歉。一位网友的评论代表了普遍心声：我们不需要煽动战争，将国民置于险境的政权。更让高适压力倍增的是，日本文艺界知名人士纷纷表态，公开反对高适的涉台错误言论，表达对中国的尊重。而面对高适的不断挑衅，中方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与坚定。当日方放风希望在 G20 期间举行中日领导人会晤时，中国外交部只有一句回应：没有会见安排，请日方自重。自重二字在外交场合极为罕见，显示中方已对高适失去耐心。专家分析指出，高适陷入了一种矛盾心态，既想对中国倒打一耙，又急于让问题翻篇。他希望通过对华强硬巩固国内右翼支持，又期待通过国际场合的接触给国内一个交代。G20 峰会结束后，高适早苗对记者们表示，我们对各种对话持开放态度，从未关闭对话的大门，我们将采取相应行动捍卫我们认为需要捍卫的事情。这番看似强硬的表态掩盖不住一个残酷事实，他在国际舞台的孤立仍在加深。随着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持续恶化，高适外交的回旋空间正急剧缩小。一方面，日本经济界对与中韩经贸合作受损忧心忡忡；另一方面，普通民众不愿为右翼一城牺牲民生福祉。有分析认为，如果高适继续当前路线，日本将面临三重后果：地缘政治上的自我孤立，在日美同盟中丧失自主性，国内政治撕裂加剧。高适早苗的 G20 闹剧本质上是一场用国民钱包当赌注的豪赌，但历史早就证明，外交台上的每一句大话都会变成菜市场的涨价标签，政治人物的每一个任性决策最终都是打工人用加班费买单。当全球南方国家在 G20 推动务实合作时，日本却困在旧霸权思维里自嗨，这哪是让日本伟大，分明是让日本孤立的加速度。从 G20 迟到到四面树敌，从股市震荡到民众抗议，高适早苗上任1个月的表现已然证明，在国际政治中，激进不是勇气，孤立不是荣耀。当外交沦为个人秀，买单的将是整个国家。